大家买房子都会用到银行贷款，对吧？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如果贷款买了房子，那我就按照银行的提示每个月还款就可以了，这样呢，我就能够提前把房子买了。但事实上，你要知道一点，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贷款，它都会最大限度的去赚你的钱。很多人不以为然。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详细的讲明白你在贷款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提前还款，如何还款才更划算，最大的节省我们的购房成本。你要知道，目前的房价仍然在高位稳定，一套房子下来最起码都是100-200万。那么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你有没有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本金和你的利息是一样多。如果你学不会如何规划，如何去还款，那么你将损失很多的钱。记住，不要再傻的给银行送钱了。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或者说在贷款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进行解答。首先我跟你讲，市面上呢分为好几种贷款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商业贷款，第二种就是公积金贷款，第三种就是公积金和商业组合贷款。而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商业贷款。为什么不能够用公积金贷款呢？公积金有严格的要求。第一呢，你的缴纳基数一定要够。第二呢，就是说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是有限制的。如果你的首付不够，你仍然用不了公积金买房子。我这样说，大家应该能听懂吧？那么最常见的商业贷款呢，又分为两种还款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这也是市面上我们用到最多最常见的一种。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不会算本金和利息，但是你只要知道这30年每一个月你还的金额是一样的，这种就叫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越还越少，在长达20年或者30年的还款时间里，第一个月还的最多，然后每一个月依次递减，到最后呢就变得非常少了。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等额本息还款法呢？那是因为很多人不懂，而且银行也推荐你用这种贷款。这种贷款银行能够最大程度的收取利息。你可以呢看一看你的还款明细，你会发现在你贷款的前10年，几乎大部分都是利息，每个月的本金很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每个月还8000块钱，可能有7500块钱都是利息，只有500块钱是本金。虽然每一个月你的还款金额是一样的，但是你每个月的本金增加非常少。第一个月呢，可能利息是7500，第二个月利息呢可能是7495，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月还款的本金只增加了5块钱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30年还款下来，你的本金和利息几乎是同样多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又没有其他的选择。当你去选择等额本金还款的时候，银行一般都会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等额本金还款法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收入足够多。我们讲银行为什么能够审批你贷款，就是因为呢，你的收入和你的还款额之间要有充足的钱留下来。比如说你一个月收入是15000，如果你还的房贷是8000块钱，那么银行很容易就给你审批了这笔贷款，因为你的钱是够的。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你收入15000，可是你选择等额本金的还款法，第一个月就要还14000，那么基本上银行就不会同意。按正常的逻辑，你是没有多余的钱用于生活的，也就是说你还款面临着风险。所以说银行在这边呢卡得非常的严格。那么作为我们又想省利息又想用到银行的贷款，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有2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按照我们的等额本息还款法，银行呢也是非常高兴的，这样它前期收的利息比较多，到半年的时候，我们把等额本息还款直接转为等额本金还款，这个一点都不难，而且也不像
商业转公积金那样需要把贷款提前还完，你只需要再次提供你的收入证明就可以了，证明你现在的收入足够应付等额本金所带来的每个月的大额还款。证明了这一点，银行就只能够同意。以前呢，我也讲过这样的话题，很多人说呢，不可能是因为你对整体的贷款流程了解的不够透、不够清楚，而且呢，当你去询问的时候，也只是在你贷款的银行去询问，而没有呢向更高级别的银行去询问。如果你多询问的情况下，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定。还有呢，这中间我要插一句，就是我们在签贷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有没有违约金的事情，这个相当的重要。因为银行的政策根据放贷的多少，每一年都会有变化，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贷款有可能会有违约金，又或者说呢，你去贷款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没有违约金，两者都是有可能的。具体呢有没有违约金，每个人的贷款合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你在签贷款合同的时候，仔仔细细的把那十几张纸花半个小时认认真真的看完，这也许呢对你以后提前还款有很大的帮助。搞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到提前还款了。很多人说提前还款不就是要把所有的本金提前还完吗？相当于一次性还款？不是的，你理解错误的。每个银行都会针对贷款人不同的挣钱方式而给出不同的提前还款方式。假如你很有钱，那么你可以选择一次性还完，那么全款房子就到手了。但是很多人没有全款，可到了年底手里面又多出来几万块钱，想把这个贷款还一还，这样可以操作吗？是可以操作的。我们说银行会以万为单位，只要呢你不是一次性还几千块钱，这样呢银行也基本上不会受理。如果呢你到年底有了3万或者5万块钱，你可以呢提前1个月向银行进行申请，而你这3万或者5万还进去的是你剩下的本金，相当于这5万块钱你没有用，而是直接还给了银行。这和信用卡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那么当你提前还完款以后，你又可以重新选择你的还款方式。这个还款方式呢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说不改变还款的金额，缩短还款年限。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一下，假如你提前还了5万，原本呢你贷了25年，那你提前还了5万的本金，相当于你减少了几年的还款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每一个月的还款金额和以前一样没有压力，那么你就把这个贷款的年限从最早的25年改成23年。那这个呢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银行会告诉你可以缩短到哪一年。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希望。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改变每个月的还款额，不改变还款年限。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呢，你每个月之前呢是还5000块钱，可是呢你提前还了5万进去，现在呢就变成了每个月还3000块钱。如果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现在的3000块钱正好，那你就选择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以后每个月还3000块钱，可是我们的贷款年限仍然是30年。这样讲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吧？记住一点，在整个还款或者贷款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提前问，提前的去做打算，而不是把所有的贷款都审批下来的，突然觉得某一个方案更适合自己再去问，那个时候已经一锤定音了，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改变。而且呢，这个提前还款也有一个技巧，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分清楚年限。如果你的贷款已经还到了10年以及15年，那是没有必要提前还款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等额本息的还款
款方式，前期大部分都是利息。那么你还到10年到15年的时候，你前期大部分的利息已经付了，剩下的你想提前还款也大部分都是本金了。那么本金还与不还这个事实都存在，这个就是你借的钱。那么你提前还和不提前还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么我们在提前还款的时候要在什么时候呢？要在10年以内，也就是说呢，在你贷款的前10年你就要进行提前还款，只有这样你才会越来越省利息，只有这样你还完贷款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利息是小于本金的，而不是等于本金的。在这里呢，跟大家提一个醒，如果呢你现在买房子选择的是当前的利率，现在的利率呢是 4.1%， 甚至呢有的地方是 3.9%， 那么我就觉得呢你没有必要提前还款，因为这个利息呢已经相当低了。任何时候呢我们去做一些普通的理财都可能呢超过这个利率，那么你也就没有必要提前还。至于呢公积金要不要提前还款呢，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不用着急提前还款。为什么呢？很多人的公积金账户他的钱是非常多的，有的甚至呢都有40-50万甚至上百万，那这里的钱呢就可以用于你日后的还款。所以如果你有公积金，千万呢就不要把它扔掉或者注销掉，或者说提取出来就留到里边，等到你想买房子的时候，你只要你的首付够了，那么剩下的公积金里面的钱就可以充当你每个月的还款，那基本上就相当于你买了这套房子是全款。如果你的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足够多，那基本上10年或者是15年你都不用去还任何的贷款。想一想，买房子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如果呢你是选择商业贷款，那么你就要明白你当下的处境。如果你的收入还可以，那么你在选择的时候就直接是选择等额本金还款。如果银行不同意，就向上一级银行反映，这个事情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如果呢你现在的钱不够，刚好只能够拿来买房子，那么就先选择等额本息还款法，选择最长年限30年进行贷款。等到3-4年以后，你的经济能力起来了，马上进行转贷，由等额本息还款法转为等额本金还款法，这样你的利息就会少很多，而且你整个还款人也会轻松很多。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